钱真不够。13，不用找了。这是12.98万的车。你们广告打的就是12块9毛8，跟我玩这个，我拿钱砸死你！4S 店因为宣传失误，把12.98万的车误写成了12.98元，因此被大爷大妈们抓住机会，纷纷涌入 4S 店，打算花12块9毛8把这辆车全款买下。销售人员对此不知所措，再三强调是广告写错了，这辆车的原价其实是12万9800，然而其中的一名大爷却偏要钻这个牛角尖。万字打成了圆字，你打不打错跟我有1毛钱关系吗？纯属广告是你们打的呀，对不对？大爷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既然你们 4S 店宣传的价格是12块9毛8，而且他们都是看中这个价格才起大早前来购买的，现在你们说是宣传失误，他们岂会就此作罢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理应当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如果 4S 店拒绝卖车，他们就敢向相关部门投诉，举报你们欺诈消费者。”说完，大爷就掏出13元，并豪横地表示不用找零。12块9毛8，我给你13，不用找了。这种做法把销售员吓得不轻。要是他今天把车以13块钱的价格卖给大爷，那么老板肯定会让他承担高额赔款。但如果不卖车，这帮大爷大妈就会一人一口吐沫，把他给活活淹死。那么销售员到底该如何是好呢？我玩这个，我拿钱砸死你！这是12.98万的车。你们广告打的就是12块9毛8，12块9毛8，我给你13，不用找了。大爷掏出13块钱，豪横地拍在桌子上，要求 4S 店工作人员以12块9毛8的价格把车卖给自己，理由是 4S 店所宣传的广告就标明是12块9毛8，如果今天不卖车，工作人员就休想平安回家。对此，销售员一脸无辜地说道：“他们所宣传的广告实际上12.98万，并不是12.98元，希望大爷不要为难自己。如果真的想买车，他可以向领导申请零首付，大爷可以不花1分钱就能把车给开走。你成本价吧，你要是零首付的话，13块钱都不用掏。你埋汰我俩，我还用贷款吗？”对此，大爷拒不认同，表示自己有全款买下这辆车的实力，你为啥要让他贷款呢？总而言之，大爷就是紧抓着13块钱的价格不放。事后为了震慑销售员，大爷竟还放下狠话，表示跟自己玩套路，你们还是太年轻了，信不信他用钱砸死你？跟我玩这个，我拿钱砸死你！而就在这时，4S 店经理终于赶到现场，开始替销售员解围，表示这辆车不能试驾，也不会卖，希望大爷大妈们不要为难自己。殊不知此话一出，更加惹火了现场的大爷大妈，而结果更是令人难以置信。大爷，但这钱真不够。13，不用找了。这是12.98万的车。你们广告打的就是12块9毛8，跟我玩这个，我拿钱砸死你！4S 店宣传时误把12.98万的新车写成了12.98元，导致次日 4S 店就被大爷大妈围得水泄不通，纷纷要拿出13块钱把这辆车买下。遭到销售员拒绝后，其中一名大爷更是放下狠话，表示销售员是不是看不起自己？信不信他用钱能活活砸死你？今天你要是不把车以13块钱的价格全款卖给自己，他就让销售员吃不了兜着走。就这样，在众人的议论纷纷下，销售员再也承受不住压力，开始崩溃大哭。哥，你别整没用的，赶紧！可大爷大妈们见状，并没有感到愧疚，而是继续声称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休想阻止他们买车的步伐。事后，一些围观群众还录下了这段视频，发布到了网上，并瞬间引起轩然大波。但很多网友都认为 4S 店不可能傻到连广告都会写错，肯定是宣传的一种手段罢了，只不过碰到了硬茬，这才造成这种局面。所以 4S 店应当为自己错误买单。而在舆论压力下，4S 店领导做出了最终决定，我的意思就是宁愿赔钱，你这台车也得卖。而故事的最终，大爷也是成功花了13块钱将这辆车给买了下来。4S 店老板看似平静，实际上已经哭晕在了厕所，希望他以后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。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反光的，然后后来我朋友打开看了一下，它是有一个这种东西，好像是一个摄像头吧。我们平时都喜欢裸睡的，天天起来披个睡袍就出来上厕所。之前那个客厅也没有的，后来客厅也装了。情侣租房半年，却突然发现房间内竟被装了针孔摄像头，全屋无死角，观察着两人日常举动，这让情侣二人既羞涩又崩溃，表示他们在房间内几乎都是衣不蔽体的状态，而且还有一些亲密举动。可情侣虽然意识到了事情严重性，但却迟迟不敢报警抓住凶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据女主角郑女士所述，她和男友半年前租住了这套房子，因为两人的性格大大咧咧，在房间内的行为举止十分随意，晚上经常裸睡，去卫生间也是光着身子。而就在这天，郑女士像往常一样洗澡上床后，便打算打开空调暖暖身子，结果却偶然间发现
空调上突然多出了一块奇怪的红点。边怎么会有一个亮点呢？我正常就是我们遥控器弄的那个红点的话，也不应该在旁边，也是在正中央。郑女士这才突然想起，当初她在网上刷视频时，经常会看到出租屋被安摄像头的情况，而且空调上的红点和自家空调的一模一样。于是郑女士立即拍张照片发给专家进行鉴定，而专家一眼就看出这确实是针孔摄像头。得知真相的郑女士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，讲到平时和男友的亲密举动都被摄像头看得一清二楚。郑女士开始愈发崩溃，而男友得知此事后便想立即报警处理，但却被郑女士一口回绝。那么郑女士为何要拒绝报警呢？平时都喜欢裸睡的，天天起来披个睡袍就出来上厕所。之前那个客厅也没有的，后来客厅也装了。本来不在家的时候还能露一点。女子和男友在出租房经常裸睡，殊不知两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房间内的摄像头给录了下来。当时郑女士偶然间发现摄像头后，先是满脸通红，随即就崩溃大哭，因为摄像头的位置直对着情侣俩的床，也就是说两人在床上所发生的事都被进行了现场直播。男友见状试图报警，可郑女士却死活不肯。他拍了我很多不雅的视频啊，怕他报复我，然后就把这个视频给泄露出去。对于郑女士的顾虑，男友非常不认可，认为不报警处理这件事就永远不会得以解决。难道两人下半辈子都要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吗？而在男友的劝说下，郑女士这才同意报警。很快警方赶到现场，对整个房屋进行勘查，结果令众人震惊，房间内不止一个摄像头，而是总计发现了3个，除了正对着床的那一个，剩余2个则分别在卫生间和衣帽间。经过警方深入调查，发现摄像头连接线的源头竟是来自隔壁房东的房间。就是自己桌面上的那个电脑摄像头呢，它那个线没有插在自己电脑上，而是连到了就是隔壁房间房东的那个电脑上。显然偷窥情侣俩的人正是他们所信任的房东，没成想平日里的房东慈祥和善，背地里却是明大变态。很快房东被警方传唤到现场，然而房东接下来的做法却让众人惊掉下巴。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反光的，然后后来我朋友打开看了一下，它是有一个这种东西，好像是一个摄像头吧。我们平时都喜欢裸睡的，天天起来披个睡袍就出来上厕所。之前那个客厅也没有的，后来客厅也装了。变态房东在租客房间安装摄像头，偷窥情侣两人在房间的一举一动。殊不知摄像头偶然被情侣发现，意识到两人平常亲密举动都被摄像头录了下来，如果被发布到网上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找来民警介入，经过调查发现，确认幕后黑手正是变态房东，而房东见事情败露，当即就想删除录像。好在警方眼疾手快，制止了对方行为。手机的，手机先别删，手机给我。他应该删的差不多了吧？删没删的呢？没删，肯定删。我们可以复原的，你老实一点，有没有删？没删。房东得知，即便自己删除，警方也会有办法恢复后，只好承认了自己罪行。他表示这些摄像头都是在当初装修时安装进去的，随后还声称在郑女士两人没住进来之前，还曾住过一名单身女性。显然对方的日常隐私也被房东看得一清二楚。在这个沿着这个门框线安装好，然后进行日常的一个就是偷窥房客的一些这个的隐私、日常生活这些。而最终房东因侵犯他人隐私被警方带走，并处于刑事拘留。事后那些关于租客的隐私视频也被警方彻底销毁，而房东也是对这些租客做出了精神损失赔偿。郑女士和其男友自那之后也搬离了房子，同时提醒大家在入住酒店或是出租房时，要提前观察好屋内情况，如若遇到类似情况，请及时报警。那么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辨认出房间内是否安装了摄像头吗？